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科幻小说《天图》，原著王靖康，选自科幻系列《星云志》成都往事。小易是某科学研究院新入职的一名员工。今年的愚人节，他却接到了一个荒唐至极的任务。他差点以为这只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有一位外地老人辗转把一幅杂乱不堪的图画交给了科学研究院，并且号称这是他孙子花费毕生心血所绘制的天图，让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帮忙研究研究。然而荒唐的是，老人的孙子年仅16岁，并且患有重度自闭症。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本想拒绝这位老人，但是考虑到老人所遭遇的不幸，还是勉强接下了这幅所谓的天图，并且答应帮其研究。于是这件荒唐的事情便落到了新来的小易头上。愚人节这天，领导派人把这幅所谓的天图交给小易。小易打眼的第一印象，这简直是神经错乱者的狂暴之作。纸上密密麻麻全是扭曲变形的手绘图案，没有任何留白，给人极为压抑的感觉。仔细看，杂乱的图形中似乎夹杂着阿拉伯字母、英文字母、拉丁文字母，还夹杂着不少数学符号，很难辨认，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小易原本想通过破译天图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但是经过他的仔细研究之后，却对这幅天图一筹莫展。难道这幅天图本身就毫无意义，或者仅仅只是领导和自己开的一个愚人节的玩笑？抱着最后试一试的想法，小易通过邮件把这幅天图推荐给了自己认识的几位科学家，但他的推荐却石沉大海，久久无人回复。当他正要放弃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而打给小易这个电话的人正是他的大学老师，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老师要求想要看看那幅天图。老师仔细审视完这幅图后，指点小易，观看这幅天图的时候，必须把双目的焦点定在似看非看之间，放松意识的同时又要凝神细看。小易按照老师的指点，突然发现平面的图形中慢慢浮出一幅立体感很强的画面。原来这幅看似杂乱无章的图画竟然是一幅平面三维图，其所呈现的是一幅由物理学公式组成的复杂数网，整体呈螺号状，由粗变细，在纸面上盘旋凸起。其中包括我们所熟悉的牛顿定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公式。令他们更为惊讶的是，牛顿力学等大家熟知的物理学公式仅只占据了这个螺号状图案的中间位置，其后面还有相当多的延伸。而且这幅天图中并没有出现弦论和暗物质理论。科学界认为最基础的自然学科是物理学和数学，所以这幅天图就其深层面来说是由物理学和数学语言所描绘的。经过小易和老师的反复观察后，他们大胆猜想，难道这幅天图中隐藏的三维螺符号就是由数学公式搭构成的整个物理学骨架？这其中包括已知的物理学发现，如牛顿力学、相对论等，也包括了这之后未来的物理学，里面并没有出现弦论。难道暗示着弦论有可能是错误的，会被明天的科学所抛弃？如果按照这个猜想看的话，那么这个16岁的自闭症少年，或许就像印度的草根数学天才拉马努金和同样患有自闭症的美国经济学家纳什一样，不，甚至比他们更为优秀。老师和小易最终决定去拜访这位患有自闭症的天才少年。他们从他的爷爷口中得知，这个少年是经历了一次车祸之后才变成这样，
而这次车祸也导致了他的父母双双离世。从此，这个少年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再也没有出来过。一日三餐都是靠着爷爷送进房里，也只会偶尔和爷爷说几句话。唯一陪伴他的就是一台电脑。而且这个天才少年从小就喜欢玩电脑，但从来不玩游戏，也特别喜欢物理学和数学。去年有一段时间对围棋很感兴趣，而且还告诉爷爷他战平了马斯特系统。马斯特系统？老师尤为惊讶。2016年3月，一个叫阿尔法狗的围棋程序战胜了人类超一流棋手。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叫 Master 的匿名棋手在网上挑战，1个月横扫60名超一流棋手，并且成功挑战了围棋界的世界第1棋手。其实大部分的圈内人士都已经猜到，这个 Master 并非人类棋手，而是阿尔法狗的升级版。这是人工智能史上极其炫目的一刻。在随后的几年， Master 的棋力更是飞速精进，在与所有超一流棋手的对弈中，已经能做到让其数子而保持全胜。中间唯一有一次，一个匿名棋手向 Master 发起挑战，不需要让子，最后以1/4子败落，这几乎就是胜利了。但当时并没有人为此欢呼，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匿名棋手肯定不是人类选手，估计又是一个人工智能程序罢了。目前看来，这个天才少年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匿名棋手了。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的真相，趁着这个少年熟睡的时候，老师和小易在得到了爷爷的允许后，查看了少年的电脑，其中确实发现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确实和外界有频繁的交互指令，而且这个程序不是 Master 那样功能特殊的围棋程序，而只是一个通用程序，并且其具有深度学习功能，远比 Master 强大。可以说，它就是互联网本身，甚至称它为智慧，也毫不夸张。它能依靠网络中近乎无限的运算能力、存储能力和无限的资料进行运行。1996年，当国际象棋程序深蓝战胜国际大师卡斯帕罗夫时，当时有人预言，围棋在棋类中非常独特，下围棋不光需要高深的算子能力，也需要直觉，甚至需要对美的感觉，而电脑程序不可能具有直觉和美感，所以永远不可能战胜人类超一流棋手。到了今天， Master 更是把人类的超一流棋手当成了玩物，再也没有人自吹自擂人类的独有的直觉和美感了。更令人难堪的是，到后来棋手们复盘研究 Master 的下法，竟然没人弄懂是怎么回事儿。显然是他发现了围棋棋理中更深奥的规律，而人类在数千年的钻研中并没有发现。而那幅天图也类似于这个道理，它可以多方位三维展示，而且还可以对任意一处无限放大。一个体量不大的图形中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小易和老师也仅仅只看懂了一部分。这个天才少年把物理学进行公理化、几何化、整体化，就像门捷列夫没有发现元素周期律之前，各种化学元素的知识还是一堆散沙，但他提取了其中暗藏的规律，然后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哪些元素还未曾被发现，未知的元素可能有哪些性质等等。这个天才少年也是这样做的，他搭建了物理学的 DNA 框架，理出了清晰的整体脉络，然后就可以大致的判断哪些领域还未曾被发现，哪个领域大致会发现怎样的规律等等。而它尾端部分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物理学，并不是指具体理论公式，而是指已经确定的站位。至于那些根本不可能嵌进框架的假说，就可以提前淘汰了。老师异常激动，他告诉小易，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接管人类工作，从文字识别、语言识别、人面识别，
到飞机自动降落、汽车无人驾驶等，都已经完胜人类。法律咨询系统使100万律师失业，医疗咨询系统让1000万医生降级为电脑操作员，围棋领域可以出现 Master， 物理领域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也不会幸免。它同样是0和1构成的复杂字符串，是一个只会用蛮力试错的粗暴家伙。也许到某一天，他已经发现了宇宙的最终定律，而我们却压根儿看不懂，就像那些一流围棋高手看不懂 Master 如何赢棋一样。小易能够理解老师情绪为何如此激动。小易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导致科学家们像那些一流棋手一样陷落，老师会不会嫉妒成恨，像毕达哥拉斯一样，当他的学生希帕索斯发现了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不能用有理数表达出来，并且和他的有理数体系哲理大相径庭，引发了第一次数学危机时，他狠心地把自己的学生希帕索斯扔进大海里。老师反问小易，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小易会站在哪一边？小易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是站在希帕索斯这边，站在这个天才少年这边，站在真理这边。请大家不要忘了，纵然毕达哥拉斯淹死了希帕索斯，也没能阻挡住无理数进入数学殿堂。